江边发现了一具被捆绑遗弃的女尸，受害者是被一枪爆头而死。离谱的是，报案者竟是凶手本人，而且这已经是2个月来他杀的第7个人了。每次都主动报案，并向警方交代抛尸地，然后就晚起了消失。作案的时间都是在凌晨3点左右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发现关于凶手的任何线索，可见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惯犯。警方亲切地称呼他为禽兽。但奇怪的是，禽兽之前杀的人不是出台妹就是皮条客，这次却不知为何杀害了一名电台女主播。就在警方对抛尸地周边进行搜查的时候，这个禽兽又悄悄潜入了一户住宅内。正在加班的小美好像听到了狗子的叫声，于是起身出来查看，结果就看到了一个男人，可怜的狗子也已经死在了他的脚下。看到小美后，禽兽拿着个管钳缓缓靠近，小美吓得急忙跑回卧室。不幸的是，门被禽兽用管钳卡住了，随着门被撞开，小美也倒在了地上。巧的是，手边刚好有把小剪刀，她默不作声地攥在手里。等禽兽靠近时，忽然偷袭，可仅仅只是划伤了她的手，反而将其激怒了，一个管钳下去，直接将她干趴在地。晕头转向的小美拼尽全力向外爬去，眼瞅着已经爬出门外了，禽兽又是一管钳下去，她便彻底失去了意识。而此时，外面正站着一个小女孩，看到这一幕被吓得连连后退，却不小心碰到了一旁的箱子。禽兽立马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，于是出来四处寻找。好在女孩比较机灵，躲在了箱子后面，才没有被发现。之后，禽兽便将小美绑了起来，紧接着又在卧室里发现了另一个正在睡觉的小女孩，然后也给抱到客厅绑了起来。禽兽得知女孩是小美的女儿后，便询问她姐姐的女儿小娜在哪里。小美这才意识到此人是冲着姐姐大美来的。恰巧此时她看到了躲在角落里的小娜，于是谎称小娜刚做完手术，还在医院里。禽兽暂时相信了他的话，转身打开收音机听起了广播，而他要听的正是大美主持的一档深夜节目。原来之前他每次杀人时都是听着他的节目作案，可小娜最近患上了失语症，不得不去米国做手术，于是大美就准备辞职去米国陪女儿。可禽兽早就把他的声音当成了一种习惯，只有听着他的声音时，才能更好的体会杀人的快感。他就暗中调查，首先杀害了将要接替大美工作的女主播，然后在大美要出国的前一天，也就是现在，来到大美家中干出了如此恶行。然而此时的大美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，一如既往的做着节目，并准备好好的和粉丝们来一场告别仪式。可忽然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，因为正在做节目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复，而是等到插播广告时仔细看了一遍，上面写着过了今天所有人都会记得这一次的节目。他还以为是妹妹的恶作剧，于是往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可接听的竟然是一个男人。大美一脸的蒙圈，可男人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不敢相信，说什么之前给他发了一份传真，让他按照上面的要求播放节目，否则就杀了他的妹妹。然后禽兽就挂断了电话，还拔掉了电话线。无奈大美只好拨打小美的手机确认，可却再次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声音，而这次男人却又说敢让别人知道这件事的话，他就会杀了家里的所有人，然后直接把手机也给掰断了。蒙圈的大美更加蒙圈了，但因为还要做节目，她只是报了个警，拜托警察去家里查看一下情况，紧接着就又继续做起了节目。而另一边的禽兽还在听着广播，等待自己要求播放的内容。忽然2个警察找上了门，尽管他谎称是大美的表哥，可警察依旧坚持要进去查看一下才肯离开。禽兽只好放他们进来，顺势又拿出了那把管钳。走在前面的警察首先发现了被绑着的小美，惊恐地转过头来，然后就看到这个男人太猖狂了，不但入室杀了狗子，还绑了一个女人和小孩，甚至警察找上门时，他竟直接杀害了警察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竟然只是让身为电台主播的大美按照他的要求播放节目，因为这是大美最后一次主持这档节目，他想最后再听着他的声音，体会一次杀人的快感。大美一开始还以为是遇见了疯子，报了警后继续做着自己的节目，可忽然又听到了手机铃声，最后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接通后，视频里赫然就是正在气头上的禽兽。他大声地质问大美为什么把自己的话当成耳边风，接着为了以示警告，直接对着视频杀害了另一名警察。大美被吓坏了，立马说自己没有收到什么传真，不知道他要播放什么内容。禽兽只好口述，让他先播放一首他刚主持这档节目的第一个周末放的一首歌曲，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他的妹妹。然后就又直接挂断了视频。大美那个崩溃啊，他哪记得当时放的什么歌曲，电脑里也没有查到记录。他慌忙的跑去档案室查资料，路上还不小心崴到了脚。等他一瘸一拐的来到档案室时，又发现门被锁上了。他拿起灭火器砸向玻璃门，可力气不够，根本砸不碎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小马的小马东西出现了。大美见状有点意外，他认识这个男人，他一直自称是自己的忠实粉丝，但狂热的程度一度让大美以为他是个跟踪狂，没想到他竟然还跟到了这里。不过还好是他，这才打开了档案室的门。可就在大美试图寻找资料时，小马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张口就说出了那首歌的名字。再看资料，还真是不愧是忠实粉丝，这都能记得清。随后几人立马回到演播室，播放起了那首歌曲。可刚放到一半，禽兽又打来了视频，说这个版本不对，还指责他怎么连自己
己放过的歌曲都能搞错。为了让大美更听话，这次他又切掉了妹妹的一根脚趾。大美彻底的被吓尿了，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了禽兽叫的那个版本。可歌曲放到一半，主编忽然闯了进来。原来他听到大美不按计划广播，便跑来质问，甚至直接停止了播放的歌曲。大美见状，彻底的慌了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禽兽又打来了视频，并且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直接当面杀死了妹妹。大美见状，当场晕了过去。主编等人也在一旁的手机上看到了大美家中的场景，至此终于明白他今晚的举止为何如此异常。而主编刚从江边的案发现场回来，刚死掉的女主播正是即将接替大美的人选。现在凶手竟然又试图控制大美和她的节目。大美醒来时，他跑过来说明情况，谁知大美直接给了一个大逼兜，并怒斥是他害死了妹妹。主编也知道自己惹了大祸，没有进行反驳，可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？就在这时，大美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竟然是女儿打来的。他这才知道女儿并没有被抓住，所以他现在必须回家救女儿。可现在中断节目，凶手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残忍的事情。再说外甥女现在还在他手上，于是大美就提出使用直播车，这样就能在不中断节目的同时赶回家中。出发前，大美又接到了禽兽的电话，他在卫生间里接听，禽兽将镜头对准了大哭的外甥女，还说等会要在互动环节中作为第一个听众与他通话。而大美听后则说出了最让他后悔的一句话，只要不伤害孩子们，可以答应他的任何要求。听到孩子们这3个字，禽兽意识到了不对劲。恰巧此时小娜试图躲进衣柜时，不小心将一个足球踢下了楼梯。禽兽看到后立马开始四处寻找，而聪明的小娜却偷偷溜到楼下，试图解开妹妹身上的胶带，可不料还是被禽兽发现了。听着视频里外甥女的哭喊声，大美立马挂掉电话往家中赶去，而家里的2个孩子已经跑到了门前，可身高原因没能第一时间打开大门，结果最后时刻只有小娜一人跑了出来。另一边，大美等人也乘坐直播车来到了楼下。就在他准备上楼的时候，却得知主编担心有危险，偷偷报了警。警察已经先行一步赶去了大美家里。无奈大美只好通过节目和禽兽通话，试图稳定凶手，争取时间。同时，他也带着移动麦克风往家里赶去。可仅仅是慢了一点，就和逃出来的女儿失之交臂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当警方赶到大美家里时，却发现里面早就没有了人影。大美崩溃不已。此时，逃出来的小娜跑到保安室寻求帮助，而巡逻的保安也发现了她。可不幸的是，一辆车忽然将保安撞飞，而开车的正是那个禽兽。这个禽兽绑架了2个小女孩，目的就是想控制身为电台主播的女孩妈妈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他甚至给电视台寄去了一份录像，并威胁如果不播出就杀掉2个女孩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看到了那段录像。视频中，禽兽正和节目中的大美通着电话，他说自己身边有2个人渣，问大美该如何处置。不知情的大美还以为他只是恶作剧，便大义凛然地说有时候社会也需要司法，最终导致他杀害了2人。至此，这个禽兽不但把大美当成了同伙，每次杀人时还都要听着他的节目才有快感。当听说了大美辞职的消息后，自然不肯放弃这个同伙，于是才通过此等行为留住大美。看到电视的大美终于意识到是自己的不谨慎发言铸就了一个杀人魔，也导致了如今的局面。为了孩子们，他被迫向记者们宣称凶手杀的都是一些该死之人，凶手其实是正义的。这样一来，他也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同伙，以后将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好在禽兽看到这一幕后，当时就给大美打去了电话，他让大美独自来见面，否则就杀了2个孩子。于是他就找机会甩掉了警察。警方无奈只好根据手机定位前去抓凶手，可赶到时却只在一辆黑色轿车中发现了一部手机。诡异的是，汽车的后备箱里还有一具不知名女尸。而另一边的大美来到了一座桥下，隐约中她好像听到了2个孩子的声音，可周围环境嘈杂，无法分辨方位。这时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影，原来是粉丝小马哥啊！他竟比警察还牛叉，一路跟踪到了这里，不愧是个忠实粉丝。他还想要炫耀一番，结果还没开口就被一棍子给打晕了。禽兽也终于出现了。就在他疯狂收拾小马哥的时候，大美直接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又听到了一阵敲击声，循声找去，终于在被玻璃覆盖的地坑中发现了2个孩子。就在他试图砸碎玻璃救人的时候，禽兽拿着根铁棍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，抡起铁棒就砸了过去，一下把玻璃给砸出了一个洞。大美闪躲时却不小心碰倒了一旁的水桶，污水直接灌进了地坑里。接着禽兽抓住大美的头发，他还没来得及拿回手机，就被拖进了旁边的一个破房内，随后便被绑在了一张椅子上。一开始他还拼命地挣扎，可当看到监视画面里的2个孩子时，他又开始向禽兽求饶，可禽兽根本不予理会，而是给电台打去了电话，威胁如果敢终止节目就马上杀掉2个孩子和大美。电台那边无奈只好照办。就这样，大美通过电话再次主持起了节目。按照禽兽的要求，他告诉听众们自己和孩子们被关在一个木屋里，他也将当面倾听禽兽的动机。可禽兽却对着广播说自己给节目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，随后就带出了一个男人。大美一看这人他认识，早先他坐出租的时候和男人的汽车发生了碰撞，当时这个男人对副驾驶的女人大打出手，大美当时大骂他是个垃圾，只是他不知道当时的出租车司机正是禽兽。他也听到了大美骂的那句话，
于是便偷偷拐走了这对男女。警方先前在后备箱里发现的女人，正是这个男人殴打的女人。接着禽兽拿出手枪，并对着广播称要由大美亲自处决这个他口中像垃圾一样的男人。男人见状，立马解释道自己不是坏人，而他当时打的女人其实是自己离家出走的妹妹。可尽管如此，禽兽还是一直逼迫大美射杀男人。眼见大美不肯扣下扳机，他就向两个孩子所处的地坑中释放冷气，不出半小时，两个孩子就会被冻死。就在大美准备动手时，忽然在监控中看到两个孩子被救走了，而救人的正是小马哥。禽兽见状，立马拿着枪追了出去，对着小马哥他们连开数枪。小马哥被击中小腿倒地不起，眼看着禽兽就要过来补枪，小马哥让两个孩子先跑，可被吓坏的孩子们却愣在原地哭了起来。关键时刻，警察终于赶到，禽兽见状立马跑回小屋，准备拿大美当人质。可回来一看，大美已经挣脱了束缚，而大美也从背后发起了偷袭，打掉了他手中的枪。但很快他就又制服了大美，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与警方对峙。关键时刻，大美捡到了掉落的手枪，随后干净利落的一枪爆头，彻底结束了这个禽兽的性命。最后，大美终于再次见到了女儿和外甥女，这场残酷的连环杀人案件也终于结束。而一切的根源，无疑就是大美的那句不谨慎发言。所以，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，每个公众人物都务必谨言慎行。